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即日起，荣景轩打入冷宫，荣云彻通敌叛国，处以车裂之刑；荣云兰沙场被俘，株连九族。钦此。娘，您终于醒了，你可吓死孩儿了！啊！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娘是什么玩意儿？我还没结婚呢！别为了拿娱乐圈的资源，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啊！一定是我睁开眼的方式不对，重开吧。哎，娘，你怎么又晕了呀？你可睁眼看看孩儿啊，娘！娘，你都昏迷好几日了，怎么刚一醒，怎么又睡着了呀？容妃娘娘十分担心你。你说谁？您的大女儿，我们大雍朝的容妃娘娘。这是怎么了？大雍朝？我这是穿越了。居然还穿越到了开国功臣荣家的主母的身上，这皇帝一直忌惮荣家，对荣家耿耿于怀。老公战死不说，这大女儿、大儿子、小儿子都被害死。哎，这简直是天崩开局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娘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怎么这么老啊？我可是金牌经纪人。娘，你是不是烧糊涂了？要不要给你请个郎中啊？容妃娘娘还在宫里等着你呢。容妃娘娘。大女儿即将成为当朝皇后，但是上一世被宠妃陷害，不仅错失皇后之位，大皇子在10岁时早夭，大女儿从此之后更是疯疯癫癫，最后被打入冷宫处死。哎呀，死得这么惨！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没。长！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从小就是恋爱脑，被女人耍得团团转，最后还叛国了。小儿子更离谱，我去，害得荣家家破人亡。这家真是一手好牌打稀烂。现在是哪年？归母亲，现在是光启4年。云真前2天刚被抬为妃尉。还好，他们几个都比较听我的话，一切都来得及。他们之所以下场惨淡，结局悲凉，都是因为之前在皇帝面前印象不好。我只要能改变他们的人设，让皇帝对他们有好印象，这样他们便不会有不好的结局。这个对于我这个金牌经纪人来说，岂不是手到擒来？快给宫里递帖子，我要见容妃娘娘。
害死荣府上下的罪魁祸首。娘娘，海大夫人来了。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日来，是为了你的皇后之位而来。母亲，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去做了，只要把荣景轩那个贱人拉下来，我就是皇后，不二人选。不愧是我的好女儿，卢静书。当初容郎选恩，我会让她后悔一辈子。我要让她知道她的选择是多么的愚蠢。荣府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老夫人，凤仪宫到了。见过夫人。怎么感觉老夫人变了？不像是大家夫人，更像是仙风道骨的修士。起吧。夫人，容妃娘娘听说您要入宫，昨日就开始准备，就等着您过去呢。如此，那快些走吧。女儿见过母亲。这模样也太像长孙皇后加富察容音了，这不妥妥的皇帝白月光人设？这么好的免死金牌，容家也不知道用，难怪上一辈子会惨死。立人设必须给他立一个白月光的人设，把皇帝迷得神魂颠倒最好。我刚才见到你，险些差点都没认出来，你如今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母亲，一入宫门深似海。之前宫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以为陛下是真心喜欢我。可是自从云妃来了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陛下如今厌烦我，已经好几个月都不来我这里了。女儿辜负了您和爹爹在天之灵的期望。轩儿，娘亲和爹爹都希望你能过得好。可是娘亲，我是荣家的希望，我必须要争。为娘今天来，就是要告诉你，不争才是争。用你的方法，未必能争到你想要的一切。谢谢娘亲理解。娘，进宫的这些日子，女儿好想你。这是何物？这个，娘娘，最近宫里争斗不断，这面具是我们家乡的祈福面具。要是你戴着这个面具为皇上祈福，皇上一定会对你念念不忘的。念念不忘？这是小兰家乡用作祈福舞的面具。我听闻这祈福舞可以让观舞之人产生相思之情，所以我想借此挽回陛下的心。小兰，小兰有心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谢夫人。我记得上辈子我的好大女就是因为跳了这祈福舞之后，开始被皇帝冷落。这祈福舞又不是宫中禁术，皇帝之所以冷落她，是误以为她善妒，急于表现，故意在大殿上跳巫蛊之术。母亲，这面具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。来，听娘的，这点小手段也跟我斗？宫里能有娱乐圈难度？只要大女儿立好了皇帝白月光的人设，让皇帝夜不能寐，垂涎3尺，我看谁敢伤我荣府。来，若想得到皇帝的关注，得听娘的。这皇后的位置也非你莫属。如今朝臣们
为立后之事争论不休。你如何看？哎，这老奴怎敢妄议这立后之事啊？朝臣们大多都站在容妃那边，可容妃善妒，整日拘泥于小情小爱，完全没有一国之母的胸怀。这未来的皇后，一定是一位为国立命、为国忧心的贤内助。这听上去倒像是云妃娘娘。云儿聪颖贤惠，确实是。陛下，云妃娘娘在外求见，说有要事禀告。臣妾参见陛下。爱妃此时来找朕，是有何要事？陛下，臣妾最近头痛难忍，太医前来诊脉，又说臣妾脉象平稳。陛下，臣妾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来，朕看看。启禀陛下，臣妇听闻苗疆有一巫蛊之物，能让武者的仇人痛不欲生。爱妃可是担心有人要加害于你？近来宫中可有嫔妃在练习什么舞蹈？陛下，臣妾……但说无妨。宫中多年相安无事，先皇去世以后，便禁止了宫中一切歪门邪道之事。若是有人为了加害他人，连先皇的规矩都不遵守，那朕断然不会放过的。云妃，还不快说！说吧。臣妾本不想说，但今日来的时候，臣妾碰到了一个人，他想让臣妾禀告皇上。宣。回禀陛下，是容妃娘娘在练习巫蛊之物，小兰本不敢说，也不能说，只是这件事关系重大，小兰也不敢隐而不报。容妃娘娘因为嫉妒云妃，似乎中了邪一般，不停地在跳蛊毒之舞，就是想要皇上不要再宠幸云妃，就连容妃的母亲镇国公老夫人都进宫了。混账东西！枉朕对容家关怀备至，没想到容妃竟然如此好妒。还请陛下移驾凤仪宫，确保宫内太平。去凤仪宫看看。娘，这样行吗？舞姿倒是曼妙，皇帝见到必然让你盛宠不衰。母亲，不过还有一些地方还需要改进。身子软一点儿，再软一点儿。转头，好，做得不错。我女儿生的一副好身段，只要天底下的男人见了你，都会念念不忘。打造一个让男人欲罢不能的皇妃，远远没有打造一个让国民都喜欢的流量女神困难。那种疯狂流量时代的明星老娘都能搞定，这种小事轻松拿捏。母亲，那这面具上的符咒还需要改进吗？不必，这些符咒足够让你心想事成了。来，咱们再来一遍，跳得越熟练，这符咒越灵验。天哪，想不到竟然真的是容妃姐姐！皇上，臣妾扪心自问，自入宫以来，恪守本分，别无得罪姐姐之处，不知姐姐为何又如此加害于我？没想到，她当真这般善妒，竟然为了自己的位置，不惜用这种手段。爱妃莫哭，朕定会为你讨个公道。来人，把门给朕打开！哼！
容妃姐姐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在这宫中行巫蛊之术。容妃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臣妾不知何罪之有。容妃姐姐，你在这宫中跳巫蛊之舞，众人皆是见证，就不要狡辩。哼，想来这容妃娘娘久居深宫，按理说应当对怪力乱神之说是不甚了解的，可是受了何人的指示？一切都在老夫人的预料之中。容妃没有发现那副面具，还将那邪术当作祈福舞呢。母亲当真是料事如神，我们这就去禀告陛下。这回看荣景轩那个贱人还怎么和我斗！陆静书，就凭你们一家智障，也想跟我对付？对付你们，就好比捏死一只蚂蚁。母亲，怎么办？皇上并没有因此喜欢上我，反而很生气。这位是臣妾的母亲。哦，原来是海老夫人啊！听闻海老夫人久不入宫，怎的会对这后宫之事了如指掌？老夫人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您的女儿容妃娘娘在宫内行巫蛊之术，您还是先担心你自己。就是。陛下，臣妾身为后宫嫔妃，理应有监管之责。容妃在宫中跳舞，行此禁术，理应严惩。来人，妃嫔容氏违反宫规，降为嫔位，幽居凤仪宫，无诏不得出。且慢！大胆！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在这儿，你视若无睹。女儿，你还是告诉皇上吧。回皇上，想必皇上您刚才也看见了，臣妾跳的并不是什么巫蛊之舞，而是祈福之舞。最近后宫是非不断，太后娘娘身体更是欠养，臣妾为了给太后和皇上祈福，特意请娘亲进宫来教臣妾祈福之舞。你倒是挺能装的，你以为胡乱编个理由，皇上就会相信吗？皇上，容妃不仅擅妒，还敢做不敢当，身为宫妃，实在有损宫中颜面。皇上，您若不方便惩罚，那臣妾愿意。陛下明鉴，容妃娘娘并未在宫中行巫蛊之术，请皇上明鉴。混账东西！你们当真看不见吗？容妃跳的分明是祈福之舞。自从爱妃走后，再无人在宫中为朕、为太后、为天下子民祈福过，难道都是朕搞错了？爱妃从不擅动，不仅如此，朕反而喜欢爱妃的姐，真是如同朕的白月光朱砂痣呢，温文尔雅，大家闺秀，平日里又没有什么事端，朕之前怎么会误以为她善妒呢？皇上，这里面一定有其他的端倪，对吧？对，奴婢亲眼看到，容妃在面具上画了蛊毒。若是祈福之舞，怎么会用到巫蛊面具？或者是容妃娘娘知道我们要来，故意换了另外一种舞蹈？对，皇上一定是这样的。这舞蹈可以随意改换，但这面具，这面具乃是宫中禁物。您看，容妃，给朕看看。皇上，不行。有什么不行的？皇上的旨意你也敢违背？
给朕看看。荣府从现在开始将会家破人亡。卢静书啊，卢静书，你那蠢女儿还不知道这面具其实是蛊毒面具，她还一直愚不可及的以为这是小兰送她的宝贝呢。我看你用什么和我斗？皇上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容妃阳奉阴违，这跳的恐怕不是什么祈福之物，而是巫蛊之物。这面具上一定有苗疆的牛鬼蛇神。请皇上严惩！请皇上严惩！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放肆！你说朕的爱妃在行什么巫蛊之术？什么？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砍了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娘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奇怪，我明明安排的清清楚楚，怎么会这样？请皇上恕罪！请皇上恕罪，这事儿不能怪我们啊，毕竟我们也是为了宫里着想。也对。雪儿，怎么了？容妃听闻江南连年水患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容妃作为后宫嫔妃，又不能为皇帝分忧解难，故而寻了这祈福舞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想必是近日太过操劳，今日本应该休息，可他们却一直来叨扰，这才让容妃体力透支，精神疲惫。轩儿，你为何不早些和朕说，害得朕险些冤枉了你？为民忧心，本就是臣妾身为后妃的职责。皇上日夜为国操劳，怎可因为此等小事去叨扰陛下？陛下，臣妾头疼。轩儿，这是怎么了？轩儿，这祈福之舞要求舞者体态轻盈，舞前需斋戒49日，抄写佛经100遍。可怜容妃娘娘这3日竟未进1粒米。传太医，陛下，臣妾。你们听风就是雨，就在这跪着，当是惩戒吧。头痛就给朕忍着。陛下！母亲，你不是说今天容妃肯定必死无疑吗？说来也奇怪，平时皇上很讨厌他大女儿才对，怎么今天当宝贝似的？知道白月宫的威力了吧？你别得意，这皇后之位肯定是我们女儿的。是吗？那我拭目以待。见过老夫人。是。眼下没人了，就别装睡了。哎呀，娘，这回多亏了母亲，要不然我就被云珍那个贱人给害惨了。你呀，以后可是皇帝的白月光，切记不要再说这种粗俗的词语了。上一世那些偶像在乎1、2句话说错了都会被落下神坛，这宫闱里更应该步步为营。哎呀，娘，明白了，这回多亏了母亲，要不然我就被可爱的云妃妹妹给害惨了。这面具有问题，你看，正常祈福用的面具上都是祝词，而这个面具上面都是一些奇怪的符咒。那这个会对祈福舞有什么影响吗？那倒不会，我只怕会是巫蛊之术。
巫蛊之术，陛下最是讨厌后宫有这些怪力乱神之说。这要是被陛下发现了，恐怕整个镇国公府都会不保。是娘，我该怎么办？别怕，既然他们下手了，不如咱们就来一出将计就计。为娘不仅要让你赢，还要让陛下对你爱不释手。眼前算是赢回一局，但是不知道他们后面还有什么招数等着咱们。而且我总觉得那个海夫人似乎不简单。该死的荣景轩，今天竟然他出尽了风头！娘，你不是说今天荣景轩那个贱人肯定必死无疑吗？这为娘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有变数。不过你放心，为娘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这贱人运气太好，今日所跳之舞正是皇上先前最爱的宠妃所跳，所以才会歪打正着，让皇上对她有了好印象。娘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呀？今日暂且让他们先得意一会儿，等你成为皇后，收拾一个嫔妃还不是易如反掌？娘，我真的会成为大雍朝的皇后吗？你肯定会成为大雍朝未来的皇后。陆静书，咱们走着瞧，我女儿一定会把你女儿踩在脚下。参见陛下。平身。诸位爱卿，朕今日叫你们前来，所谓立后之事。这容妃啊，这是略看于顺，几天见不到她，心里怎么跟有了似的？见到她，就像是见到了最白皙的一抹月光。陛下，容家女为陛下诞下子嗣，容家戎马一生，鞠躬尽瘁，恳请陛下立容妃为后。张侍郎此言差矣，云妃娘娘温柔和顺，此乃母仪天下之行。哼，容妃身出名门，云妃端庄和顺，容妃娘娘心系水患，施粥赈灾，心怀大义。娘，陛下马上就要封后了，我不会输给荣景轩那个贱人呀。不会，我已经派人向你哥哥四处笼络朝臣，日后你登上后位，我们云家平步青云，必定会给他们加官进爵，封侯拜相，这样他们一定会推举你为皇后。皇后之位必定是我云家的。请陛下立容妃为后。请陛下立容妃为后。请陛下立元妃为后啊！请陛下立元妃为后。都给朕住嘴！杨金喜啊，在。朕拟旨。娘，等我当了皇后，我一定会弄死那个贱人。我要把她打入冷宫，我要大鱼大肉，我要把后宫所有的妃子玩得死去活来。以后啊，你就是后宫之主，想做什么，这后宫还不是你说了算。云妃接旨。娘，太好了，我马上就要封后了。以后啊，我的好女儿就是皇后啦。容妃接旨。娘来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云妃温良贤淑，深得朕心，特赐封号为淑妃。容妃忧国忧民，有国母之风范，可封为皇后钦此。什么？还不接旨？皇后娘娘，请接旨吧。
怪不得这古代都为了这后魏争得头破血流，这凤袍当真华丽。可是母亲，我还是不明白，陛下最开始中意的皇后人选不是云珍吗？怎么最后又改主意了？因为在陛下心中，这后魏的人选必须是一位能为国立命、为国忧心的贤内助。而经过祈福之舞事件之后，陛下只会觉得云妃喜欢拈酸吃醋，只适合做个宠妃。所以母亲，这就是你让我去为国祈福的原因。还行，不算太笨。来吧，我的好女儿，咱们来学习下一个技能。啊，母亲，我现在都已经是皇后了，怎么还要去学习啊？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落水的凤凰不如鸡。你虽然已经是皇后，但是云珍依然是宠妃。你若是讨不到陛下的欢心，日后定会被云珍拉下来。这人设要立就要立得稳稳当当的，把皇帝迷得死去活来，一辈子都不塌房那种。塌房？母亲，什么是塌房啊？这里是皇宫，怎么可能会塌房啊？没什么。母亲，你不是说皇后之位一定是我的吗？这母亲也不知道为何会发生变故。现在好了，让荣景轩那个贱人当了皇后，以后我在宫中要处处抵他一头了。就算荣景轩成了皇后又如何？只要陛下的心还在你这儿，待陛下冷落他，咱们再设计将他从皇后的宝座上拉下来。到时候这凤位不还是你的？对啊，母亲，我这就去找陛下。别急，今晚陛下一定会召见。母亲，这是何物？这个叫做做冥纸，是青楼铭记练习的方法。要练到了磨20下之内，就要把冥纸做成一把扇子。我堂堂一国之母，怎么能学习这等下贱的手法？轩儿，你可知这立后的第一眼，若不能让陛下来你宫中，你要如何在宫中立足？如何让后宫众妃臣服于你？可是，就算你不顾自身，那大皇子呢？你又如何能让昭儿子凭母贵？只怕他在后宫中能不能存活都是个问题。好，母亲，我听你的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轩儿，你这样如何能拴住陛下的心啊？好，这一招你算学会了，我们学下一招。
这药膏会让你的皮肤养得肤若凝脂，吹弹可破。皇后娘娘，上警局的人往陛下的御书房去了。娘，怎么办？娘，你让我穿这个，皇上要是看见了怎么办？看到了，他只会更喜欢。娘，你怎么知道？还能为什么？作为金牌经纪人，最懂的就是观众喜欢什么，这在现代可是妥妥的制服诱惑。陛下，陛下，上寝局的人来了。哎呦，陛下，自从立后风波过后，你已经半个月没有踏足过后宫了。陛下可要去皇后宫中？去淑妃宫中吧。因为立后之事，她怕是不高兴了。是啊，奴才这就去禀告淑妃娘娘。陛下，皇后娘娘那边新得了土番那边的葡萄，刚刚派人送了过来，陛下可要尝尝？端上来吧。把葡萄放这儿，就下去吧。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？朕养你们！轩儿，怎么是你？我就说了吧，皇帝的心现在被我大女儿拿捏得死死的，我每天给她来10个8个的花样，看谁还能撼动我女儿的地位。臣妾担心皇上国事操劳，前来给皇上送上葡萄。倒也不用亲自来送。娘亲说了，要亲力亲为，还不快上！急死我了。轩儿，你今日怎么了？未完成的恋情停在回车间，还关心的人像风筝断了线，说过的再见也就皇上，葡萄甜吗？甜。笑里容的甜，你会的研究时间。皇上，想吃葡萄可没那么容易，你得赢了臣妾。哦，怎么赢？当然是这么赢臣妾。好啊，朕必定赢了你的小姨子。陛下，今日朕不去云妃宫中了，留宿凤仪宫。欧了，任务完成。皇帝这下对我女儿应该忠心耿耿了。
今晚皇上要来，我定让他有去无回。可是皇上来了。皇上今晚上不来了，他留宿了凤仪宫。什么？他留宿了凤仪宫？是。我不是给了你银子，让你让皇上翻我的牌子吗？淑妃娘娘，奴才我已经做了，可是谁知道容妃穿着太监的衣服直接就进来了。滚！我让你滚！母亲，皇上他不来了，还跟那个贱人……怎么会这样？这荣景轩怎么一夜之间像变了个人一样？之前蠢得跟猪一样，现在竟然变得这么聪明。最近这贱人身边可有什么变化？哪有什么东西？天天跟他娘身边，妈宝女。哼，我知道了，原来聪明的不是他荣景轩，而是卢静书。和荣景轩这样的玩段位太低，没什么趣味，和他卢静书玩才好玩。原来是你一直在背后指导的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指导成什么样子。荣景轩那个家伙，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你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做不成皇后又如何？太子还未立，只要二皇子日后成为储君，他日称帝，你就是皇太后。对啊，娘，我还有二皇子，只要我的儿子有出息了，我就能当皇太后。娘，还是你聪明，整天咋咋呼呼的，成什么出息？你看看人家荣景轩。娘，这不有你在吗？他们拿什么和我斗？卢静书，你少得意！等我女儿坐上皇后的位置，你们荣家都是我脚底的蝼蚁。荣景轩，你有宠爱又如何？这太子之位必须是我儿子的。母亲，我的文章写完了。二皇子的文章写得如何？能否获得陛下的称赞？淑妃娘娘，二皇子所做的文章，如果拿给陛下看，恐怕会惹得陛下生气啊。什么？哎，这不学了，我不学了！这些狗屁文章我都看不懂，我不学了！你给我闭嘴！这是在吵什么呢？母亲，你儿他做不出好文章，若没有好文章，就不能讨得陛下的欢心。那你儿的太子之位，不过就是一些老掉牙的策略。崔夫子，你给二皇子做一篇文章即可。一二，你把崔夫子给你的文章背熟。这，是。可是万一大皇子那边做出更好的文章呢？崔夫子，我记得你好像是负责大皇子的功课是吧？那你给大皇子做一篇文章，让他在课堂上背出来。什么样的文章？做一篇讽刺陛下昏庸、耽于美色的策略。如今这朝堂上，陛下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有人说他贪恋美色。如果这话从大皇子的口中说出，恐怕他永远也坐不上太子之位。朕这两个儿子，大皇子仁慈宽容，二皇子聪颖机灵，但朕实在不知这二人之间该立谁为储君。陛下，淑妃娘娘来了。臣妾参见陛下。你今日怎么来了？陛下，怡儿昨夜跟臣妾念叨，父皇为何不来关雎宫看他？臣妾便撒了谎，便说陛下今日午时会去太学看他。陛下，以前都是嫔妾的错，可二皇子是您的儿子，您不能因为嫔妾而冷落了他。罢了，朕没有怪你，朕也是
许久未见二皇子了，现在便与朕一同去看看他。是。昨日让你们背的文章，可都记下来了？你们也在？是朕疏忽了。原来大皇子和二皇子近日都在这里上课。皇上日理万机，教导孩子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了，哪里需要麻烦皇上您？还是皇后能理解朕。皇上，你快进去吧，臣妾在这里等你便是。好。有些人呐，教会女儿一些勾引人的本事，却没有教她真本事。朝堂不是妓院，你那些勾引人的本事应该放在妓院里，而不是放在朝堂上。唉，你这长得三病五缺的样子，怎么感觉还挺懂事的？我当然懂了，我如此博学，教会的女儿自然是聪明伶俐的。聪明伶俐，这么能，怎么不去当皇后啊？你不想当，怕位置太高，清正廉洁都不是啊？该不会是没本事教不出来皇后女儿吧？娘，你看他，我看他还能嚣张多久？好戏马上就开始了。娘，怎么办呀？怕什么？你可是皇后，有人对付你，把她指甲拔了，扔进井里不就行了？哼，长子又如何？惹得陛下不快，照样被废。到时候啊，我女儿是皇太后，我外孙是太子，未来的皇帝。今日的文章主题便是为君之道。大皇子，你先来吧。怎么，你说不上来？我听说你家血统不太好，你的外孙从小就不受夫子待见，每次上课不是想睡觉，就是回答不上来问题。这要是放在平常啊，我倒是不觉得什么。我的老天爷啊，今天可是皇上来了，你说你外孙不会吓得尿裤子吧？娘亲，慧儿学习确实不好，皇上要是知道了，恐怕……怕什么？有娘在呢。既然如此，开始吧。等着看你出丑吧。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周于利者，凶年不能杀；周于德者，邪事不能乱。不仁而得国者，有之矣；不仁而得天下，谓之有也。”这怎么是？没想到大皇子满腹经纶，有治国之才，反而是我这当爹的平日里太疏忽他了，少于关心啊，朕甚是欣慰。是个聪明孩子，母亲这些日子的教导没有白费。娘，这下陛下该生气了。我看陛下呀，已经气得要死，估计已经想灭容家九族了。娘，真是如此吗？陛下，大皇子年纪还小，说的恐怕有错，您可千万别生气啊！因为这点小事，
可千万别杀头呀！父皇，儿臣觉得大皇子说的不对。哦，你还有不同的见解？皇上，二皇子他恐怕不行啊。哎，夫子，哪有什么不行？就是，朕今日来，本来就是为了看望两位皇子，难道要厚此薄彼不成吗？完了，二皇子整天睡大觉，哪有什么墨水？算了，不要说话就行。那你开始吧。那我开始了。朕也想好好听听。为君之道，在于民为重，君为轻。孔子曰：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”所以，我们不能重女子而轻小人，我们应该清心寡欲，无欲无求。住嘴！父王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您先别着急奖赏我。住嘴！这是在讽刺朕吗？父皇，父皇息怒。陛下，陛下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大皇子惹您生气了？您可千万别废了他呀！走吧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。笑话！哼，谁看谁笑话还不一定呢。切！父皇，您好久没来看我了，我刚才说的好不好？父皇，夸夸我。父皇，我要奖赏。二皇子，闭上你的臭嘴！是谁教你这样说的？崔夫子和母亲教儿臣的。哦，还有淑妃的功劳。臣妾不敢居功，不过平时二皇子的功课确实是臣妾按照母亲的教诲在辅导。云朕，朕既然不知，你教得如此之好。臣妾只有二皇子一个儿子，必然悉心教导。只是可怜大皇子年纪轻轻便误入了歧途，想来是皇后娘娘后宫繁忙，疏忽了大皇子的教导吧。母后日日都考我的功课，没有疏忽我。大皇子，嫔妾知道您因为功课学不好，便心生不甘。可嫔妾也只是实话实说，您何必发怒？他不能动，那朕呢？陛下，你说你教的二皇子，那二皇子的文章是你做的？这确实是臣妾所做。是在讽刺朕吗？殿下，您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二皇子口口声声说要朕清心寡欲、无欲无求，这不就是讽刺朕耽于美色吗？嬴政，朕实在没想到你竟是如此善妒之人。不，陛下，陛下，不是这样的，臣妾绝没有这个意思。还要说不是你做的吗？这文章确实是臣妾所做的，可臣妾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怎么会？我明明让崔夫子把讽刺陛下的文章给了大皇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够了！朕不想听你解释。这些日子就好好待在你的宫中反省。至于二皇子做不好功课，就别来见朕。陛下，还不滚！在现代你斗不过我，在古代你还是斗不过我。你刚才所说的名贵君亲的言论是谁教你的？回父皇，是母亲教我的。母亲还说父皇日日操劳，不能打扰父皇。没想到皇后不仅对朕、对太后、对子民都是好的入备，对皇子也是这般。谢皇上夸奖，这一切都是母亲言传身教的好，这都是荣府传下来的规矩。一直以来，朕眼里的荣府都是眼中钉、心中刺，世人眼里的荣府名声也不好，难道
是朕的错。昭儿今日表现得不错，有一国储君的样子。皇上，朕决定立昭儿为太子。谢陛下隆恩。母亲，您说这篇文章会引发皇上震怒，果然如此。这篇文章有问题。那母亲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。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我海木音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？母亲，如今太子之位、皇后之位都让荣家得了，以后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怕什么？只要大皇子一日未登基，这地位落入谁手中还不知道吗？清河，老夫人，最近凤仪宫可有什么风吹草动？一切如常，只是郑国公老夫人今日时常在宫中走动，听说好像是在为皇后娘娘研制什么调理身体的点心。什么点心？好像叫凝花露。你再去打探打探这个凝花露。是。母亲，这凝花露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凝花露确实是好东西，味道不仅鲜美，还能调理身体。当然是好东西，这可是21世纪女明星都在吃的保养秘诀。宋嬷嬷，快去给各宫都送一份，让其他姐妹都尝尝。是。等等，怎么了，母亲？我刚想起来，这个凝花露里我放了阿胶。阿胶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有所不知，阿胶对于咱们女人来说是好东西，可孩童却不可多食啊。女儿明白了，女儿这就让小厨房去做一些孩童吧。去吧。皇后娘娘，二皇子和淑妃娘娘来了。来得刚刚好。臣妇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赐座。听闻皇后宫中研制出一种叫做凝花露的点心，不知臣妇等人今日有没有这个口福品尝一下？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与母亲刚研制出了一款新版本，味道不仅鲜美，而且太医看了还能调理身体。来人，还不谢过皇后娘娘？多谢皇后娘娘。母亲，今天这事儿真的能成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尽管放心。来，怡儿。我不要外祖母位，我要哥哥位。陆静书，先让你得意一段时间，等下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免礼。他们兄弟二人感情甚好，这多亏了皇后教导有方。这都是臣妾的分内之事。怡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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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薛太医，快薛太医！可查出是何原因？启禀陛下，臣等判定二皇子食用了大量的阿胶。阿胶？正是，阿胶性平，是妇人用来补气血用的。但是幼童脾胃虚弱，不宜食用阿胶。
况且二皇子使用了过量的阿胶，才会导致腹痛难忍。陛下，平时二皇子的吃食，臣妾在细心照料，平时好端端的，怎么到了皇后宫中就中毒了？陛下，臣妾怀疑有人想谋害咱们孩子。爱妃，没有证据的事不可妄言。陛下，老身听闻这凝花露中有一味补药，便是阿胶。实在不是老身揣测，皇后娘娘此事做的实在是蹊跷啊。微臣确实听说凝花露中含有阿胶，要是下得多的话，常人是不易察觉的。若不是皇后娘娘，这灵花露是大皇子喂给二皇子的，难道是太子殿下？父皇明鉴，儿臣绝对没有给二弟下毒。太子殿下不必紧张，淑妃娘娘只是猜测，或许是皇后娘娘教唆太子所为，也未可知。姐姐，你要是嫉妒臣妾，尽管冲着臣妾来就好了，可千万不要冲着二皇子。孩子他是无辜的，陛下，您可要为二皇子做主啊！太子殿下虽然贵为太子，可二皇子可是您与臣妾的亲生骨肉呀！陛下，臣妾真的没有。是吗？那你给朕解释解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臣妾也不知道。陛下，请容老身多言一句。此乃陛下家事，郑国公老夫人恐怕不便插手吧。既然如此，海老夫人在此，又是所谓何事啊？好了，朕的家事就是国事，老夫人有话但说无妨。这普通的凝花露中确实含有阿胶，但皇后娘娘知道幼童不能使用阿胶，所以特意命下人们制作了一些不含阿胶的凝花露。卢静书何时精通药理了？哼，郑国公老夫人怕不是为了给皇后娘娘开脱，故意找的说辞吧？这错了便是错了，再怎么狡辩也是于事无补啊！老身有没有胡说？太医一查便知。没错，陛下若是不信，可让太医查这凝花露。陛下，二皇子昏迷不醒，皇后娘娘还拒不认错。若是二皇子没了，臣妾也不活了。爱妃，莫有冲动，此事朕定会给你个交代。皇后，难道朕真的看错你了吗？皇上，臣妾真的冤枉，臣妾愿以皇后之位做赌。若这凝花露中真的含有阿胶，臣妾愿自请为妃，褫夺封号。还请陛下还臣妾清白。轩儿，陛下，您与轩儿是少年夫妻，就算您不相信外人，也该给轩儿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陛下，二皇子他……够了！太医，给朕查清楚，这凝花露中究竟有没有阿胶？你去那边拿个细，记住。卢静书，今晚就是你们容家的死期。启禀陛下，这凝花露中到底有没有阿胶？这凝花露里没有阿胶。不可能！陛下，太医所说的话也不可全信，或许是皇后娘娘买通了太医。你胡说！陛下，就算凝花露中没有阿胶，也不能证明皇后没有给二皇子下毒。万一毒是在其他地方呢？好，若是你们不信，大可在这凤仪宫中查。还请陛下还臣妾清白。这是老身在关雎宫中找的。什么？在关雎宫中找到的。这是我自己吃的。是吗？把人带上来。娘娘，老夫人，救救奴婢吧！怎么回事？这一切都是淑妃娘娘指使奴婢干的。你胡说！你说，你是不是皇后娘娘派你来污蔑我的？奴婢没有胡说。昨日晚膳时，淑妃娘娘让二皇子食用了大量阿胶，二皇子本不愿，但还是吃下去了。今日早起便有了腹痛症状，直到现在。你这个叛主的奴婢，还不快拉下去！海老夫人，你急什么呀？丫鬟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你继续说。老夫人叫淑妃，
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只有这样才能打倒皇后，让二皇子得陛下怜惜，入住东宫。够了，陛下不是这样的，都是这奴婢胡说的。是吗？陛下明鉴，臣妾不是这样的人。滚开！你当朕是傻子吗？怎么那么巧？二皇子服用过量阿胶，而你宫中恰恰有大量阿胶。朕没想到朕的枕边人竟然如此恶毒。陛下，来人！淑妃残害皇嗣，把她打入冷宫，无诏不得出。母亲，母亲救我！陛下，是老臣疏于管教，还望陛下恕罪。不是吧？这么大个女儿，说撇清关系就撇清关系。陆静书，你屡次三番害我好事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如今轩儿的敌人已除，该轮到我那2个不成器的儿子了。传！老夫人，大少爷、二少爷一早就守在门口等了，你要不要见一见？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儿子，拜见母亲。拜见母亲。母亲，您看着状态真好，儿子真开心。儿子知道你和父亲感情深厚，儿子也十分向往。可是斯人已逝，母亲也要振作起来啊！父亲怎么这么早就去了？母亲，您太可怜了，儿子心疼啊！母亲，你人真好，真是老天不公啊！为什么要拆散有情人？二弟啊，为兄难受啊！大哥，二弟也是老大老二，你们俩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都是有孩子的人了，你们也不嫌丢人。老娘为啥不想见你们？心里没有数吗？不见你们，我倒能多活2年。见了你俩，除了气我，还能干什么？大儿子是个恋爱脑，因为这件事差点坏了大事。改造，必须改造，不然这荣府的灭门之灾还是逃不掉。这一个个的，比谁都能作呀！哎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娘，我当不成皇后，我的孩子也当不成太子了。娘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卢静书那个贱人，还真有几把刷子。卢静书以为就靠这点本事就能保全荣家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是，他大女儿现在是皇后，可皇家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放过所有人，反而会因为一个人株连9族。他们只需要错一次就会万劫不复，而我们只需要赢一次就能通赢。娘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我可打探到了，他大儿子荣云彻是个响当当的恋爱脑。娘，这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但男人寻花问柳不是很正常吗？
喜欢别人家的姑娘当然没问题，可如果那个姑娘通敌叛国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荣云彻，给我滚出来，把屁股给我擦干净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娘，你说什么呢？荣云彻，你自己最近做了什么？你心里清楚。这种破事还要老娘来给你点名不成？娘，儿子听不明白啊。好啊，还装傻。本来想先管管你弟，今天我就拿你杀鸡儆猴。你在这乐什么呢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吧？你最近做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给你5天的时间，给我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要不然你会比你哥哥更惨。不行，娘，凭什么二弟比我多5天？蠢货，当然是为了先收拾你呀。为什么？我很快就会告诉你为什么。娘，你小心，儿时告退。老夫人，查的怎么样了？上一辈子，荣云彻因为沾惹了一个女人，害得全家上下都不得安宁。若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哪怕是大女儿得宠，荣家也不得好活。哎，这当娘的真难啊！老夫人，我们的人查到一个小厮跟福爱有联系，外面有人每个月给他一笔银子，让他做事。他都做了些什么？传递府内的一些消息。可查到雇主是谁？我只跟到了凤阳街，雇主似乎是个小养子，姓秦，单名一个瑶字。秦瑶，凤阳街，那不是荣云彻的外室？就是这个女人，镇国公府最后被皇帝按了个通敌叛国的罪名，从此镇国公府就衰败。唉，把那叛主的小子给我看牢了，过2天我还有用。还有，凤阳街那块儿也给我仔仔细细的盯着，有任何想法随时向我汇报。是。荣云彻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，自己养外室就算了，还让外室把手伸到府里面来，最后荣府被害得不成样，必须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。赵大哥，奴家好想你啊！瑶妹妹，哥哥也想你。老夫人，我们派人盯了2天。今天中午，一个穷苦书生的男人进了宅院，进去没多久，院内的奴仆就退了下去。接着，然后呢？然后下午的时候，一个长相清秀的戏子也进了宅院。然后晚上的时候，一个会武功的黑衣男子进了宅院，第2天才离开。第2天中午，一个戴着帷帽的夫人也进了宅院。等等，你确定是夫人？是的，女的。一共几个人来着？我都记不清了。4个。这么多人，周围邻居都没发现？夫人有所不知，那条街道宅子里住的都是这些人。秦老说这些是他的亲戚，谁也不会打探这些。我这个好大儿还真是又菜又爱玩。你可知这4人都是何来历？那个穷苦书生似乎是今年的新科举人赵光，戏子是柳班主的关门弟子柳廷芳，会武功的黑衣男子是曹相公之子曹子轩，那位夫人名唤五娘子，在京中行商。
若只是寻花问柳，皇帝应该不会这么生气。且不说荣府的功劳，皇帝多少顾及一些皇后的面子。等等，四人分别从政、从义、从武、从商，外加一个国舅，这个秦瑶是要将雍朝未来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啊！难怪上一世皇帝知道此事后如此震怒，原来不是因为国公爷损坏皇家名声，而是怀疑镇国公府要反。唉，混账东西，真是给老娘增加难度啊！夫人，我们还去吗？去，非去不可。今日我不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荣府都要死在他手上。是。老夫人，二小姐来了。给母亲请安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事情已经办妥。荣云彻已是我的裙下之臣，对我无比信任，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，只待时机成熟，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将荣家推翻。另外4人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吧？这是自然，女儿告诉他们，有我的书信才能见面，所以他们从未发现有何异常。晚些时候我会带着皇上去你那儿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吧？母亲放心，一切准备就绪。陆敬书，我看你这次怎么跟我斗！陛下，海老夫人来了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陛下，海夫人何事如此慌张？事关皇家颜面，还请陛下对郑国公从轻处罚。你且直说。陛下明鉴，臣妇前几日在凤阳街游玩，谁知遇见了郑国公，刚想与其问好，岂料这郑国公好似没看见老身一般，鬼鬼祟祟进了一女子宅中。堂堂国舅，竟豢养外室。臣妇原也以为郑国公只是贪恋美色，可昨日臣妇经过此处，见到还有别的男子，也进入了那女子屋中，且不止一个，前后一共进去了4人，且这4人都身份特殊，皆是士农工商，4皆奇才。陛下，您说这郑国公寻花问柳，怎么也不找个干净女子啊？郑国公若真是寻花问柳也就好了，只怕这荣家是要反了。你可知郑国公都何时去往这女子住处？好似是每逢初9，今日刚好是10月初9。杨吉奇在。备车，朕倒要看看，这个郑国公到底要搞什么名头。海夫人，你随朕一起去。是。荣家、陆敬书，今日你们一个都搞不定。撤！今日不回郑国公府，去凤阳街。瑶儿，彻哥哥，彻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瑶儿还以为你忘了我呢。怎么会呢？你可是我的心肝，忘了谁也不会忘了你啊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彻哥哥，真的是你来了吗？是我来了，不相信你就仔细摸摸。彻哥哥，瑶儿，夫人别着急，消息寄过来的第一时间咱们就来了，肯定赶得上。还有多久到？夫人到了。老夫人您慢点。不行，不能慢，我们必须赶在皇帝到之前把国公爷的烂摊子收拾干净。老夫人，门被锁上了。来人，把门给我撞开！
车哥哥，瑶儿，我好想你啊！放肆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私闯民宅！启禀国公爷，奴才是素梅，是老夫人院中的。国公爷稍安勿躁，是老夫人让我来的。混账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哪个老夫人啊？是母亲。车哥哥，我好怕，夫人不会杀了我吧？不会的，瑶儿，我在呢。车哥哥，有你这句话，瑶儿就记在心上。瑶儿只想和车哥哥在一起。瑶儿，你放心，我定护住你。真是情真意切。娘，我看着都感动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还带这么多人？怎么不欢迎我？是觉得我碍眼？没有。那还是打扰到你们俩了。不打扰，不打扰。这就是你的小心肝吗？瞅瞅这姑娘，长得真好，你藏得到严实，怎么不带回家呀？你也是个不懂事的，一点都不知道心疼姑娘家，没名没分，跟着你算什么呀？今日我既然见了，就直接领进门吧。什么？娘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我儿已经长大，又是镇国公府的一家之主，领个心爱的女人回家又如何？娘，我就知道您最通情达理的，一定会理解我们之间的感情。瑶儿，跟我回府吧。不行。瑶儿，跟我回府吧。不要。瑶儿，你不愿意跟我进府吗？不，车哥哥，瑶儿当然愿意，只是瑶儿身份卑微，一介孤女，实在配不上你。瑶儿只求你在偶尔想起瑶儿的时候，来这里看看就行。可是，瑶儿，你真是个傻姑娘。车哥哥，瑶儿，我不愿意看到你的名声受一点玷污。都是千年的狐狸，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？跟我拼演技似的。请老夫人不要让我入府，求老夫人成全。娘，既然鸟儿不愿意，那便算了，反正富阳街离咱家也不远，平时我多跑几趟就是了。车哥哥，辛苦你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怎么可以？秦瑶，你这番话我听了也十分感动，身份什么的都不重要，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，赶紧收拾收拾。国公爷家里面啊，什么都有，只要你人过去就行。瑶儿，既然母亲都这么说了，你不如跟我回府。我是镇国公府的家主，没有人敢智慧，更何况府中有母亲，没有人可以伤害你。这样，我每天都能见到你了。同我回府吧。难道你不想每天都能看到我吗？对了，我听说去年还生了个哥儿，抱过来让我看看。秦瑶，你慌什么？我没有。素梅，还不去？是。这是怕我发现这孩子不是我好大儿的主吧？你俩还愣着干什么？起来呀！这个小娃娃真是可爱，这模样不愧是我镇国公府的子嗣。那是自然。瑶儿，你千辛万苦为我生下的儿子，更是惹人疼爱。秦姑娘怎么还如此紧张？素梅，
给秦姑娘端一碗茶水。是。哎呦，我的好孙儿啊，在外受委屈了。祖母啊，这就带你回家。谢老夫人成全，但瑶娘和国公爷地位悬殊，实在不配进府，只怕有人会嘲笑国公爷。瑶娘实在不忍心，若真如此，瑶娘宁愿去死。瑶儿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我又岂会在意外面那些流言蜚语？秦姑娘，你为我国公府开枝散叶，已经是最大的功劳了。只要是国公府的子嗣，身份什么的都不重要。但首先，这孩子得是郑国公亲生的。母亲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瑶儿的孩子肯定是我的孩子啊！他的孩子是他亲生的，可不一定是你亲生的。是啊，老夫人，我虽然父母双亡，可我的亲名不容玷污。这孩子就是郑国公的。车哥哥，我知道我身世不堪，可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啊。母亲，你怎么能这么怀疑瑶儿？真是个恋人，被戴了绿帽子都不成。秦瑶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并非老身对孩子身世存疑，只是这是孩子进府的必要流程。彻儿，你年轻，不知道也正常。这是进府必须的，母亲你没骗我。那是自然。我的孩子不入郑国公府。唉，秦姑娘，我知道我刚才说话冒犯到了你，但你也不能耽误这孩子的前途啊！这孩子是我儿子的血脉，自然是要接回郑国公府的。是啊，瑶儿。只要做了滴血验亲，证明这孩子是我郑国公府的子嗣，这是要入我们家谱的。是啊，瑶儿，我们去做吧。陈哥哥，你可想过，将来这孩子长大了，知道亲生父亲与他做了滴血验亲，他该如何想？这事传出去了，这外人该会怎么想？咱们的孩子始终不清白了。母亲，要不就别做了，这孩子肯定是我和瑶儿的孩子。这儿子真是没救。那怎么能行？你们还是太年轻，太任性。来人！把秦瑶和国公爷给我按住！今日这滴血验亲我不做，把他给我摁住！瑶儿，母亲，你怎么能这么对瑶儿？素梅，人现在都在凤阳街吧？是，现在估计正在床上颠鸾倒凤，待咱们赶到，正好捉奸在床。卢静书，陛下要是知道你的好儿子的外室是个敌国奸细，你们荣家的罪名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了。哼！母亲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和瑶儿？果然不是我好大儿的孩子。母亲，你说话呀！你赶紧给瑶儿道歉！说什么？你自己看看。让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被戴绿帽子了呗。瑶儿，团哥不是我的孩子。是去年你不在家里，有一伙强盗
半夜上班，强行逼我。我若是不从，他们就要杀了我。陈哥哥，我好怕呀！都是我错了，可团哥是无辜的呀。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是，都是我的错。不是你的错，瑶儿，是我的错。再腻歪一会儿，等会儿你们就腻歪不出来喽。母亲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管团哥是不是我亲生的，我都会将他抚养长大。差不多这个时间应该要到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瑶儿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些人是谁？瑶儿，这是怎么了？瑶儿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些人是谁？赵大哥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瑶儿，你叫我来的呀。你看，这是你给我的信。赵大哥，我忘记了，我这会儿还有事儿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改天再来。还没完。金姐姐，金姐姐，他又是谁？这是我的远房表弟。金姐姐，我在你心中只是弟弟吗？把那个逆子带过来！什么？娘，你快放开我！要是让瑶儿知道，我形象就全完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要告诉祖母你欺负我！瑶儿，是我，你不要担心，这样我的。娘，我告诉你，瑶儿是我的心上人。你要是敢对她动手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。她是你的心上人？没错，你胡说。林彻，你们说了这么久，秦瑶还没有说话呢。不如你们问问他，谁才是他的心上人？瑶儿，你别担心，你怀了我们的儿子，带我回家，告诉我祖母，必定接你回家。儿子？团哥是我和瑶儿的亲生子嗣，是我儿子。你不是说团哥是你遭人奸污所生的吗？你骗我！终于反应过来了。你们听我解释，我也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姚妹妹，你告诉我，这些人都是谁？孩子又是谁的？胡姐姐，算我求你，先别问了好吗？之后我再和你解释。之后？我们还有以后？阿瑶，他又是谁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瑶儿，他说以后要干什么？秦姐姐，他到底是谁啊？你还有多少好哥好姐姐？瑶儿，他到底是谁啊？你说呀，瑶儿。我这孩子……阿瑶，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这哥哥，这不是真的。瑶儿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求这个老男人？我告诉你啊，团哥就是我和瑶儿的亲生儿子。瑶儿还说我们三个会团团圆圆，你呀，就是个小三儿。这哥哥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。我相信你什么？你不是一直告诉我团哥是遭奸人侮辱所生的吗？你一直在骗我。是他胡说的。是吗？你当我傻吗？瑶儿，
那他们是谁？他们是……你一直都在骗我，秦瑶，我真是看错了你。母亲，是儿子糊涂，没有听你的话。你少污蔑瑶儿，你这个老男人！好啊，你觉得我污蔑了他？那咱们去官府，让官府大人瞧瞧，这女人到底有没有被污蔑？娘亲，你胡说什么呀？瑶儿柔弱无辜，地牢里尽是死囚，血腥阴森。瑶儿为何要去那种地方？又是一个傻儿子。我要回家告诉祖母，我要娶瑶儿。哎呀，好啊，既然秦瑶不想去官府，那我便把官府的人请过来吧，这样秦瑶便不必害怕了。不行，你们都别吵了，是我错了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。既然如此，我已经没有脸留在这里了，我走。拦住他！你别走啊，瑶儿！哦，老夫人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会纠缠你儿子。想走没那么简单，你故意接近国舅、秀才、曹小将军与黄商武老板意欲何为，还没有解释清楚。我没有，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。母亲，我与他毕竟夫妻一场，虽然他犯了些错误，但事已至此，我们就把他放了吧。她若只是个普通妇人，我将她放了又如何？可她并非是普通妇人，你可知，今日我在迟来也，咱们镇国公府就要毁在你手上。还有，咱们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一个都逃不过。什么？你自己好好看看，你的秦瑶通敌叛国的证据。秦瑶，你居然是敌国奸邪！你接近我目的也并非简单。你，枉亏我一直以来那么相信你。杨公公，还有多久到啊？回喊老夫人，前面就是凤阳街了。陛下，这镇国公府是皇后的母家，这样的门第通敌叛国，可比平常人家严重许多呀。更何况我还听说国公爷的外室拉拢许多人，曹将军的小公子就被拉拢了，还有黄商武老板。陛下这好一个荣家！可哥，住手！母亲，现在怎么办？陛下到了。镇国公在里面。是，刚刚暗卫还听到镇国公的声音。好啊，枉朕这么相信他们荣家。卢静书，你完了！你和我斗了这么多年，不得不说你有点脑子，但你儿子现在就废了。这是你这个奸细，这个通敌叛国，还不说是谁指使你的？奸细！龙一彻，给朕住手！还不说是吗？秦瑶，
陛下，臣参见陛下。老身参见陛下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陛下，臣早就想向您禀报，臣早就发现此女身世诡谲，口出狂言，还勾引了5名身份尊贵之人，所以臣断定此女恐是敌国奸细，臣便以身入局，终于发现了她通敌叛国的证据。怎么可能？明明不是这样的。你说你是以身入局？是，母亲告诉我要先按兵不动，看秦氏有何阴谋，等到合适的时机再把他们揭穿。所以臣等到了今日。原来郑国公是深谋远虑。臣不敢，这些都是臣的分内之事。另外，我还查出此女还说自己有一个义母，臣怀疑这义母便是背后出谋划策之人。义母？好，说得很好。这下陛下该不会怀疑荣家了。海陆音，这次是你该担心。不会，我不会被发现的。这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？陛下，这事儿恐怕有什么问题吧？怎么，海老夫人是怀疑我荣家谋反？老身可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郑国公和这女子接触颇多，谁知道会不会是……陛下，臣一心为雍朝，若有二心，天打雷劈。陛下千万要深思啊！够了！郑国公府是皇后的母家，是太子的母家，怎么可能意图谋反？时针多少？杨金喜，在。把这个女人带回内狱，你亲自审问，务必将她口中的义母交代出来。陛下为国殚精竭虑，是朝臣百姓之福。郑国公忠心耿耿，朕已知晓。既如此，工部尚书还有个空缺，明日你便去工部报道吧。谢陛下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和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哼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卢静书那个贱人，怎么知道我带陛下去凤阳街？怎么就那么恰好，让陛下撞见郑国公忠心的一面？母亲，您别心急，郑国公不是马上要上任工部了吗？您忘了，江南水患一直是陛下头疼已久的大问题，多少官员死伤无数。荣云彻进入了工部，必然要解决水患。届时如果解决不好的话，管他是什么国舅还是郑国公，一样得被贬。对，你去把赈灾款压下来。我看没什么钱，荣云彻拿什么赈灾？工部，我记得云家在江南水患中贪污昧下了全部的赈灾款，导致当地百姓饿殍遍地，官员没有拿到拨款而被废除罢官。老大若是走马上任的话，我得赶紧想个解决的法子。老夫人，您真是神了！我查到云家特意笼络了许多户户的官员，江南的赈灾款迟迟没有落下，全都压在云家。云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！那老夫人，我们可否要上报陛下？我们现在还没有切实证据，万一被海市反咬一口，就得不偿失了。这样，你把老大叫过来，我有事和他商量。是。母亲，您找我。眼下就要到江南水患了，是时候给老大打造一个新人设。母亲，那就做一个勤政为民的父母官吧。素梅，母亲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身为朝廷要员，可知江南水患之事？儿子知道，只是儿子愚笨，并不知道如何解决。所谓水患，堵不如疏，疏不如引。此物名叫堤坝，
若建造成功，能够拦河水蓄水，利国利民。这是堤坝？对，这些日子你就告假在家，好好研究这堤坝。是。你身为工部尚书，但是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为民做事的父母官。这衣服你拿去穿。是。你可分得清楚这些砂石的不同？建堤坝需要用粘土、泥沙、碎石等物。粘土制作堤坝，而泥沙则用于填缝。但市面上粘土、泥沙颇为珍贵，还难得。母亲快说。但老话说得好，毒蛇出没，7步之内必有解药。所以这粘土在河流故道两侧的基土地带广泛分布，你届时只需要在附近寻找便好。母亲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在成为专业经纪人之前，我可是土木专业优秀毕业生。别拍马屁了，解决水患并非易事，先前的失败官员们的经验要及时吸取，你才能不断进步。你可懂？我明白。好了，把这些搬走吧，回去好好研究研究，研究明白了不必向我复命，只需报效朝廷就好。是。陛下，陛下，按未来吧，江南水患愈发严重，京城内人心惶惶，可眼下国库不足啊。郑国公上任至今还没有消息。朕已经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陛下，郑国公上任已1月有余，迟迟没有解决水患问题。老身还听说江南百姓流离失所，死伤无数。海老夫人此言差矣，解决水患之事不可操之过急，万一建成了豆腐渣工程，民生愈发艰难。什么豆腐渣工程？卢静书，我看你是给郑国公狡辩了。陛下，老身家门口每日跪着无数的流民，老身心痛啊！你既然心痛，怎么不施粥赈灾啊？陛下，云彻还在任上，尚未归来。水患治理情况是好是坏，谁也不知道。不如等他回来再议。拖延死期罢了。郑国公对治理水患一窍不通，怎么解决啊？陛下，郑国公没有完成您的任务，辜负了陛下信任，还让江南百姓情况更加严重。还望陛下为江南百姓做主啊！戏倒是挺好，不去唱戏可惜了。谁说我没完成任务的？你怎么？陛下，臣完成了朝廷交代的任务，便回来了。你说谎！为何其他官员没有回来？我看你是逃兵吧！荣云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江南水患导致民不聊生，若是不及时赈灾，还会引发瘟疫。你不仅没有完成朝廷交代的使命，还敢任上出逃！陛下，臣没有逃。那你怎么回来了？陛下，臣在江南赈灾，赈灾事成，臣便离开了。这还不叫逃？是啊，赈灾谁不会？郑国公根本没有治理水患，谈何完成任务？陛下息怒，不如听郑国公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？陛下，这样的逃兵性质影响恶劣，不如关押内狱，再做处置。大胆！郑国公乃朝廷2品官员，岂容你治国？你罢了。郑国公，你来说。陛下，水患之事也解决了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赈灾款迟迟未到，他怎么可能建造堤坝解决水患？这不可能啊！海老夫人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我只是觉得郑国公为了逃避罪责，满口胡言乱语的样子，未免
可笑！谁说我儿胡言？你自己做不到，不代表我儿做不到。你，更何况朝廷已经拨款，若非有人从中克扣，灾情怎会进一步扩大？皇上勤政爱民，恨不得自己去江南守护百姓。海老夫人，这是见不得朝廷好。你胡说！陛下，老身也是关心百姓，洪水之事并非一朝一夕，郑国公怎么可能解决？陛下，臣有堤坝图纸，到江南以后，让当地官员按照图纸所建造，堤坝自然顺利完成。这沙石泥浆是如何得到？这还要靠母亲告诉我。沙石和泥浆在附近的河中就可以寻到。爱卿聪明，岳母辛苦了。这是老身应该做的。不可能，江南水患怎么会有人解决？卢敬书，海老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只是碰巧吧。对了，陛下，微臣上任以后，还听历任官员说，朝廷的赈灾款迟迟未拨，就连臣在任期间，也未见到任何拨款。臣怀疑朝中有人贪污拨款。什么？既然有人如此大胆！陛下，老身身子有些不适，先告退了。海老夫人何必着急走啊？话还没说完呢。你想说什么？这些都是老身在郑国公上任之前搜查到的线索，但苦于当时没有直接证据，不能定罪。陛下，臣在江南任职以来，一边治理水患，一边搜集证据，终于获得了这些罪证。云家自水患之初就拉拢户部官员，恶意克扣赈灾款，致使水患耽误数月，百姓损失数以万计。你胡说！陛下，还请您裁决。陛下，老身忠心拥朝，他们是污蔑。我污蔑？哼，好，带来证人。陛下，求陛下饶过臣一条性命，全都是海老夫人逼着臣做的，还不如实招来。海老夫人说，江南天高地远，水患又如何？我们昧下这笔赈灾款，祖孙后代衣食无忧。陛下，有陛下饶命！陛下，好啊，把他拖下去斩了！饶命啊，陛下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老臣是一时糊涂，还请陛下饶老身一命啊！好啊，那就把你云家抄家所得悉数赈灾。海老夫人是念在你夫君曾经对朕有恩，便留你一命，但朕以后不想再见到你。不行，不行，还不把他带下去！卢敬书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该死的卢敬书，这次又没能给他整死。母亲，眼下云家已经倒了，要不咱们还是收手吧。废物！这点小挫折就低头，将来如何能成大事？我海母因聪明一世，怎么就生了你们这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？就算被抄家了又如何？你爹是开国功臣，云家乃是功勋。就算云家不在了，我们照样是功臣之后。我记得你经常和荣家的小儿子一块去赌博。是的，母亲。好啊，卢敬书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你千算万算，万万没有算到，最后会因为你小儿子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。再去帮我干一件事儿，再搞砸，没有你这个儿子。是，母亲。老夫人，您今天怎么有如此兴致，带奴婢来这醉仙居吃茶呢？如今国棍爷在朝中的地位逐渐稳固，接下来就该轮到二爷了。我这小儿子呀，嗜赌成性，最是棘手。
我记得上辈子荣云兰因为嗜赌，不仅被打上纨绔子弟的标签，还赔上了小妹的亲事，从此在京城再也抬不起头。我记得他们私设赌局就是在今日，我得赶在荣云兰输掉小妹的项圈前拦住她。奴婢不明白，这改造二爷跟醉仙居有何关系？买大买大买大，没走，不别选小的。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在酒楼私设赌局？荣云兰，你又输了。二爷，哼！小，荣云兰又输了。我就是小爷，我有的事情。这回先欠着，等我下回有钱了再给你吧。啊！哎，荣二爷，你忘了，咱们的规矩呢，向来没有欠钱这一说。不过嘛，咱们现在可以不来赌钱，咱们玩点别的。哦，你想玩什么？我呢，对你妹妹情投意合，可是你那个母亲视我们家为仇敌，绝无可能同意我二人的婚事，所以想请荣二爷帮我把你妹妹的项圈偷出来。这个淫妇真是不要脸！这项圈是何等私密的物件，这要是被偷了，外边的人还不知道怎么编排我二小姐呢。胡闹！我若这般行径，置我妹妹的颜面于何地？置我镇国公府于何地？还好，还好，咱们二爷还是个有良心的。老夫人，人呢？帮你偷也可以，不过这项圈值多少银两？如果荣二爷帮我办成此事，值这个数，50两。你打发要饭的，小爷有过问青楼都不是这个数，更何况那是我妹妹。是5000两。5000两，这只是定金，事成之后，你以后在赌坊输的钱算我，赢了算你，输的全归我。既然如此，我可以帮你一把，不就偷个项圈吗？包在我身上。那云某就在此等候荣二爷的好消息了。今儿的醉仙楼怎么这么齐啊？一个人也没有。出把大的。你说这把我可要不这把跟我买？哎，放开我！我得当今皇后胞弟，你们敢动我，我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哎，母亲。打耳光真是个体力活，费手费胳膊。你谁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敢惹小爷，我让你在京城混不下去，你信不信？老身活了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说让我混不下去的。好啊，我等着你。来人，拿纸笔。荣云兰，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把这些公子哥叫什么名，家在哪，都给我写出来。素梅，等二公子写完，你就拿着我的名帖挨家挨户去通知，就说我卢静书在这里等他们熟人，半个时辰内见不到人，我就把他们送去武城兵马司，然后直接进宫面圣。是。你是镇国公老夫人？恭喜你，猜对了，可是没有奖励。可恶，这个老钱婆怎么来了？母亲交给我的计划不会失败吧？从谁开始好呢？就从你开始吧。你在哪里呀？哟，这不是海夫人吗？怎么，陛下的惩罚不够狠，竟然纵容自己儿子私设赌局啊？陆静书，我儿子呢？这儿呢。娘救我！计划没败露吧？他们应该还没有发现异常。陆静书，快放了我儿子！别呀，海夫人，
咱们两个的账还没算完呢。荣云兰，你说说，这位云浮公子做了些什么？是他提议赌的，他钱全输光了，就把他妹妹的耳坠抵押了出去。哼，还有吗？没了。哎，老二，你不诚实啊！你猜猜，老娘几棍子能把你打死啊？哎，我说，他前几日看中茶商的女儿，就把人拉去睡了。荣云兰，你放屁！还有吗？这件事你也参与了？没有了，娘，我就知道这些。娘，你相信我。你胡说！这件事情你根本就没有证据。素梅，按照雍朝律法，这些该判个什么罪名呢？聚众赌博、偷盗、损坏女子名声、迷奸少女，应当杖责50，面上刻字，服苦役5年。既如此，素梅，把人带去大理寺。来人，且慢！空口无凭，岂能定我儿罪？是真是假，到了大理寺自会清楚。一定不能让云浮被带走，不然全完了。不可，我儿身子弱，岂能受得了牢房之苦？老夫人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了我儿吧。素梅，老身依稀记得是有交罚金可免除刑罚这个说法的。确有此事，这位公子折合成罚金大约5万两白银。什么？10万两？这么多钱啊！卢静书，你别太过分！素梅刚刚说的是5万两。夫人，你听错了，是10万两白银。卢静书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想从老娘这儿赚钱，你做梦！海老夫人不交钱也没关系啊，老身可以先将令公子带到衙门去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让衙门好好招待令公子的。我给你。老夫人说刚刚好，现在能放我儿子走了吧？早这样不就行了？浪费我时间。放人吧。陆静书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请便。哼，现在轮到你们了，犯了什么罪行，如实交代。陆静书，你别得意，荣云兰已嗜赌成性。只要云浮稍加引诱，你就等着给你小儿子收尸吧！哼！老夫人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将罪证交给陛下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岂不可惜？单靠云浮这些罪名，海木音只需要提一下他夫君的功绩，陛下就不会伤他们分毫。与其整这些不痛不痒的麻烦，不如等待一个将敌人一击必中的时机。是，奴婢明白了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改造老二。来人，将老二给我绑回国公府。你们是不是好奇，这个点叫你们过来究竟有什么事？老大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娘，孩儿不知。荣云兰，既然大家都不知道，你就自己说说自己错哪儿了。孩儿知错了。哦，错哪儿了？还知道哭？你还有脸哭？你答应他们的时候，想没想过你妹妹会不会哭？想没想过你那未进门的媳妇儿会不会哭？老娘早知道你如此愚蠢，生下来就直接把你掐死。省得占用资源，长大还连累别人。你平日不用功读书，喜欢舞刀弄枪，祖宗从未干涉过你。
哪曾想，你竟然跟人赌博啊！这是什么罪名？众筹严禁聚众赌博，这都是要杀头的。你有几颗脑袋可以让人砍？自己想死还不够，你还要带着全家人去死！老大，你作为一家之主，你爹不在了，长兄如父，老二的去处，你认为该如何？娘，二弟他已经受到教训了，您就别打他了。接下来就让他在祠堂忏悔过错，什么时候知道错了，什么时候放出来。是吗，荣云兰？你知道自己错了？孩儿知错了，我再也不去赌了。你叫我如何相信一个赌徒的话？这样吧，明日我将族中族老请来做个见证，将你从族谱中除名。从此以后，你再也不是我荣家人，是死是活都与我荣家无关。娘，使不得呀！二弟他纵然有错，他也是受人蒙骗。您看在这份上，就饶他一回吧。你还为他求情，他配吗？娘，孩儿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去赌了。是啊，娘，二弟他知道错了，您就从轻发落吧。罢了，老二，既然你已经知错，那我便饶你这一回。只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等到明年3月征兵时，你便上战场吧。上战场？娘，您这不是把孩儿往死路上逼吗？是啊，娘，二弟他纵然有罪，可罪不至死啊。够了！你们父亲从小教导你们，只解沙场为国死，何须马革裹尸还？你们都积到狗肚子里去了！如此贪生怕死，真是枉为荣家子。老二，我如今只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上阵杀敌，要么从此再也不是荣家人，你自己选吧。孩儿选择上阵杀敌。都没有你祖父半分气势。母亲，练武太苦了。你父亲15岁便率800仙登破敌万余铁骑，你曾祖父膝下妻子皆捐躯，满门皆忠烈。你现在受苦，你可晓得那些早已战死沙场的将士和他们的家人，他们连说苦的机会都没了。老二，你记住，只要我们荣家人在，便不叫胡马渡阴山。来。继续。二公子，外面有人找您。谁？是张家的小公子，说找您赌马。老二，以后你再敢有这种心思，这武你也别练了。明日我就把你从族谱中除名，我荣家丢不起这个人。母亲，孩儿知错了，孩儿以后半点不敢有这种心思。去告诉他，让他滚。母亲，咱们继续。母亲，好，不愧是我卢静书的儿子，短短1年时间就做到了人剑合一。如今我朝与西凉即将开战，只怕这征兵是要提前。西凉贼子胆敢犯我边境，我便让他们尝尝小爷剑的厉害。你在府内也圈了1年，今天我先放你1天假，出去好好逛逛吧。孩儿谢过母亲。啊，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吗？哟，这不是荣二爷吗？真是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被我母亲关在家里练武整整1整年，都快无聊死了。听说啊，东市那边新开了一个赌坊，有好多新奇玩法，不如我带你去玩玩。好啊，我这1年没赌，我这手啊可痒死了。
好，不是看看是大是小啊？大还是小啊？小的，对，我就说嘛。怎么样，有意思吧？也就那样吧，没咱们之前玩的有意思。那是你之前没玩过，来2把。你先来，我看2把。好。大。再来，大。大。小。我还就不信了，哪有赌徒一直输？再来。这位公子，钱已经全输光了。荣二爷，要不你先借我点银子，我赢了我就还给你。收手吧，你已经输光了。最后一把，我真的是最后一把了。你简直无可救药，你娘要是来了，你可就没救了。荣二爷，来，咱们继续啊！小，娘，金鼓咚咚震沙场，金旗猎卷大江，渲染旌旗当酒跑，荣家少将手八荒。边关骑马，边关骑马，边关骑马，边关骑马。边关，难怪新良这么快就打过来了。给你吧。母亲，哥，你们回去吧。荣云兰，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，我们荣家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投降将军，你可记住了？儿子记住了。如今的云家野心勃勃，你要千万小心。儿子定不负母亲嘱托。母亲，等我得胜归来之时，必要匈奴不敢来犯我中华。我们走吧。母亲，当真如你所料，荣云兰知道这首诗歌，看到街上发布宣传她英勇的谣言，真去参军了。荣云兰那个蠢猪，真是经不起夸。我随便用点手段就能激她去上战场。可是母亲，万一这个荣云兰真的凯旋而归，这荣家岂不比往日更盛？绝无可能。荣云兰那个纨绔能活下来，算她运气好。更何况我连让她活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亲自把这封信交给西凉可汗，告诉他，这是雍朝军队行军的路线。是。卢敬书，就算你把荣云兰的毒瘾戒掉又如何？她最后还不是死在我手里。母亲，母亲，怎么了？二弟他怎么了？匈奴人不知从哪得知了二弟的行军路线，他们在路上设下埋伏，二弟他现在生死不明。什么？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快传太医，快去！母亲，京城里都在传荣小将军下落不明，多半是死了。郑国公老夫人听到这个消息，悲伤过度，一下晕了过去。郑国公连夜将太医带到府上诊治。卢敬书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。大公子还没有下落吗？算了，先不管他。眼下马上到了新年宫宴，咱们的大宴最重要。是。
荣家卢静书，这回我要你们全部死无葬身之地。杨公公，还烦请您帮老身通传一声，老身这里有对付西凉的法子。海老夫人，请稍后，皇后娘娘在里面呢。这是自然。请陛下明鉴，云家企图谋反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臣妾的弟弟就是被云家给害死的。皇后，没有证据的事情不可妄言。陛下如若不信，大可派人去云家一搜便知，一定会有证据的。皇后，朕最近对你是不是过于宠爱，以至于你如此跋扈？你都已经是皇后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云家势力中人，海老夫人更是为朕献上了对付西凉的良策。这样的事情，你叫朕如何会相信他们谋反？皇后，太让朕失望了。罢了，如今这新年宫宴不必参加了，去万佛寺思过，即刻就去。老身参见陛下。海夫人，平身吧。海夫人所说的对付西凉的良策，到底是何意？陛下，这西凉人善骑射，若是在平地作战，我们绝对不是对手。若我们将战地挪到边境城地势险峻的函谷关，此战必胜。可若是如此的话，那边界那岂不是被朕白白送给西凉？陛下，此言差矣。我们只是暂且放弃边境，若此战胜了，便可一击击退西凉。到时候何来失去边境城一说？海老夫人言之有理，可如今荣小将军下落不明，此战我朝怕是无人敢应。陛下，臣妇有一人选，皇城兵马司统领。眼下母亲病重，姐姐也被陛下幽禁在万佛寺，二弟也下落不明。偏偏这个时候，海木叶那个毒妇也翻身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老大，母亲，您终于醒了，快去告诉陛下，小心海木叶。孩儿这就去。微臣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诸爱卿平身，谢陛下。今日的宴会只当是家宴，不必多礼。近日边关传来急报，皆是圣旨，这多亏了海老夫人。来，诸位与朕一起敬海老夫人一杯。敬海老夫人。诸位爱卿，这是怎么了？海夫人，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陛下放心，老身只是在他们杯中下了蒙汗药，等药效一过，他们就会醒的。来人，来人啊！陛下还是别挣扎了，这皇宫里都是我的人，他们是不会听你的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陛下放心，老身是不会害了陛下的性命的，只要陛下在这诏书上盖个章。你要让朕退位，让二皇子做皇帝，你来垂帘听政。你做梦！哼，陛下可以接着撕。陛下每撕一次，我就会在你的宝贝儿子身上划上一刀，看看是陛下撕得快，还是划得快。你，如今大雍朝内忧外患，就算朕把这天下全交给你，
你也未必守得住。陛下，还是别担心了。眼下还是担心你这位宝贝儿子吧。要杀要剐出阵来，这诏书是绝对不会签的。陛下还是不要拖延时间了。只要老身一声令下，这西凉的铁骑就会踏入雍朝的国土。到时候只要二皇子登基，老身还是这母仪天下的皇太后。这可是老身用一座城池换来的。一座城池？陛下，这西凉人善骑射，若是在平地作战，我们绝对不是对手。若我们将战地挪到边境城地势险峻的函谷关，此战必胜。原来轩儿说的是真的，你当真通敌叛国？得天下，通敌叛国又如何？快点盖章吧，我亲爱的陛下，不然你这宝贝儿子可就没命喽！慢着，朕答应你。早点这样就好了。你竟敢耍我！我要杀了你！臣等就驾来迟，还请陛下恕罪。荣云郎，你不是……微臣出现在这儿，海夫人很失望。等等，原先的路线或许已被泄露，不如改道而行。是。如今的云家野心勃勃，你要千万小心。儿子定不负母亲嘱托。你竟然骗我！把人带上来。云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不将你所做之事尽数说出来。不管你说不说，你们云家已经不是往日的云家了。包庇罪臣、通敌叛国这一罪，可是切切实实的。我说，云福，是他，都是母亲教唆我干的。他说荣云来是未来的少年将军，要想让云家平步青云，必须要让荣家拉下马。可是荣家已经出了一门皇后了，不能再出将军了，所以我才故意拉上一些狐朋狗友，与荣云兰赌酒侠妓。可是他就是不上套，后来被郑国公老夫人知道了。还有呢？还有秦瑶，也是他让我找的人。他说要让秦瑶成为我们的棋子，去勾引那些文武才顶尖之人。只可惜就差一步就够了！你还有何说？还是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又如何？我本出生于名门望族，前途不可限量，而荣郎竟然选择了卢静书，而不是我。卢静书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真是个疯子！我就是要将卢静书踩在脚下，整个郑国公府都踩在脚下，让天下踩在脚下。可这不是你通敌叛国的理由。哼，得天下，通敌叛国又如何？只要二皇子成为皇上，我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太后，垂帘听政。可你若将西凉放进雍朝，即使雍朝未被覆灭，也会成为西凉的傀儡。到那时，国将不国，百姓民不聊生，你可想过后果？我坐拥高堂，底下的人与我何干？像你这样的人，不配成为一国之主。成王败寇，今天是我输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好啊，朕当真没有想到云家如此狼子野心。来人，把二皇子送去西凉为质，朕倒要看看你这垂帘听政的梦到底能不能实现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会输的，都是因为你，陆静书，我要杀了你！还不把他压下去！是。走。我不可能会输的，我不可能会输的，陆静书。真没想到这海木英如此狼子野心，此事多亏岳母
料事如神。陛下，母亲让臣妾来告诉陛下，云家要反。若是陛下不信，大可与臣妾演一出戏。陛下，海夫人求见。所以母亲是装病，二弟也没失踪，就连皇后娘娘惹陛下生气也是假的。合着是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。娘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太好了，这是发生了何事啊？诸位爱卿醒了正好，朕有圣旨要宣。传朕口谕：镇国公老夫人现宁花路有功，封正一品诰命夫人；荣云彻检举有功，特赐超品公爵，子孙后代皆可世袭。荣云兰有藏锋避险、大将之风，特封骠骑大将军，官至3品。臣谢主隆恩。你来干什么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可没有那闲心，是陛下特意让我前来告诉你，念在云家是功臣，特赐你体面的死法。你自己选吧，毒酒还是白绫？不可能！我夫君配享太庙，皇上不可能赐死我。那是因为你作恶多端，残害百姓，死有余辜。没有输给你，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？都是因为你心术不正，所以这叫做恶有恶报。你胡说！我只是想爬得更高，我有何错？这也不是你害人的理由。江南百姓何其无辜，战死沙场的将士何其无辜，都是因为你的一己私利，否则也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。我真没想到你死前竟还不知悔改。我没有错，我只是想赢，我没有错。杜静书没有输给你。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